是我。没什么事，就是再确认一下明天参观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别忘了。还在忙？那就好，我刚好做了个东西，想给你看看。你看看这个。等会儿我会拖住女巫，你就从后面用勇者之剑攻击她。当然了，要改变王子和公主的命运，必须2个人一起才行。你以前不是说不想看王子孤身一人吗？是啊，你快来试试，看看这次打败女巫需要多少时间。对，攻击键是 E， 按鼠标左键也行。哎，快快，右前方出现长藤怪了！小心小心，左边还有大蜘蛛。感觉怎么样？才不是！现在你关掉程序，返回桌面，看看它的文件大小。想知道？再凑近一点，我就告诉你。场景贴图部分的调色盘用的是系统自带的，并在程序运行时由差值生成，这样可以减少代码量。最复杂的是解决遮挡、剔除、光照等问题，其余的部分并不算难。大概就是这些吧。还可以吧，很多时候写代码就是看思路对不对。这可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做的最完美的作品，我就知道你也会觉得很不错。当然没有，我只是最近在玩这个 White Hacker Master， 这是他昨天最新公布的题目。你知道这个软件？难怪。其实我也是看到有陈星参与开发，才想试试看的。
你知道的，我一向都很关注游戏行业的消息。至于这个第1名，我只是随手试了些题目，没想到就连续霸榜了。可事实就是这样吗？看起来不像，不过这个人想约我线下见面。也许吧，但也可能是哪个慕名榜1的迷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咨询点编程的事呢？对了，你明天什么时候去晨星参观？那我就去会会这个网友吧。这样一来，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出门，各自办完事，还能在商业街吃个饭，逛个街。好，等事情结束后我们再联系。你放心，周围没有人。好了好了，还有3分钟就10点了，再不走你可要迟到了。律师小姐，这就是我们晨星的基本情况。很高兴今天您能代表特弥斯来晨星参观，希望我们以后在法务方面能有更深入的合作。那等下次有具体的合作事项，我们再联系。现在我送您出去。程总，中午好，这位是来自特弥斯的律师。律师小姐好，今天我有点事，不能亲自陪你参观我们晨星，非常抱歉。安代表，你先下去吧。公司内的情况，我再亲自给律师小姐介绍介绍。好的，程总。律师小姐，难道认识这位先生？这位律师小姐是我的未婚妻。看来二先生不仅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才华，感情生活也很美满。程总过奖，不过既然这么巧碰到了他，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刚才的提议？像这样的情况，还是需要法律相关人士的协助。
二先生的意思是，希望让律师小姐参与这件事。对，如果有她帮忙，单从我们的默契程度来说，我想一定能事半功倍，更好地处理现在的事态。您放心，我和她一向都很认真负责，不会把私人感情带到公事上。那律师小姐的意思呢？那麻烦律师小姐了。委托内容和合同材料，稍后我会私下安排人送到特密斯。现在情况紧急，我们直接到会议室谈吧。事情是这样的，陈星最新制作的一款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这款游戏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算是公司的转型之作。大家在开发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可在1周前，偏偏出现了意外，有人在外网论坛抢先解包了一小部分游戏内容。虽然解包的内容只是极小部分不算重点的支线剧情，但足以引起玩家讨论。没错，而且根据泄露的内容，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是在2周前最后一次找玩家做游戏内测时所使用的测试体包。几乎可以说，它和即将上线的正式版本并没什么太大区别。我让内控组做过排查，但并没发现在那段时间有从公司本地拷贝资源的异常情况。是的，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努力，但那名爆料者的 IP 地址是虚拟的，追踪不到背后真正的用户是谁。更麻烦的是，首次爆料之后，他就再也没发布过任何信息。而我们为了保证这款游戏有足够的神秘感，一经上线就能引爆舆论，至今没做过任何宣发。以至于到目前为止，有相当一部分玩家认为我们这是一次自导自演的炒作。听上去也算合理。是的，这件事在公司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上至投资方，下至员工，对事态的发展都很关注。迫于压力和从公司形象方面来考虑，我不得不先行宣称，泄露的事情已经得到解决，正在走内部流程。所以，在那位爆料者还没有下一步动作之前，我希望律师小姐能和二先生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帮我，也是帮陈星，找出究竟是谁盗取了测试体包，并拿回相关数据。合作愉快，律师小姐。好，那接下来我。抱歉，我有点急事，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2位了。有些细节我刚才也和二先生说过了，就由二先生向律师小姐代为说明吧。是啊，当时我一到包厢见到他，还以为是自己走错了地方。是这样，而且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他还查过我在 WH 的后台数据。
发现我对晨星科技的话题关注度比较高，也是因为这个，他才更加下定决心找我帮忙。我正打算和你说呢，你看看这个，这是那位爆料者的个人主页。我在见程兴明的时候就已经查过了，这张陈星的夜景是网图，信息来源很复杂，不足以反推爆料者的身份。但并不算没收获。再把图片通过技术放大还原后，你看，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特殊语种的常用符号，后来进行数据演算和对比，我发现这是一款西幻风格的游戏中代表着复仇女神莫格拉一派的标志。而在希腊神话里，莫格拉象征着人类最原始的仇恨，也意味着她绝不会放过自己的仇人。我也这么认为。放到现在的情况，我认为不能以正常人的心态去揣度这位爆料者了。他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一种试探。如果没人能查到，那就证明自己隐藏得足够深；而如果有人能查到，这就变成了一种挑衅与宣示。你再看看这个，顺着我们刚才的思路，从报仇的角度来看，他之所以会在首次爆料后就停手，极大概率是为了先造起声势，然后在游戏正式上线前夕，给予陈星真正的一击。而既有可能不着痕迹地接触到测试体包，留下与游戏有关的符号，又带有报复的指向。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不光我们注意到了，程兴明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刚才没说完的话，就是想让我们先查查这3个他认为需要首先调查的对象。对于她的关注，我们的重点或许可以放到她丈夫身上。动机有了的话，就需要更具体的细节与证据，来明确究竟是否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如果最后证明不是他们所为，我们就要转变方向，把重点放在外部会针对程兴明的人身上了。我打算在内网溯源数据包被窃取泄露的整个过程，找找看有没有内控组遗漏的痕迹。
另外会再查一下他们3人在外网社交平台的表现，看看会不会找到与那款游戏或希腊神话有交叉的内容。也好。哎，对了，你带上这个吧，万一有什么事可以及时联系。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哎，你听说了吗？小佳没过试用期，马上就得走了。啊？怎么会？他不是表现挺好的吗？哎呀，还不是把我们 PMO 给得罪了。老韩让他去整理整理文档，没想到他把2、3年前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说什么有东西对不上，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这不是纯纯给老韩添乱吗？唉，可惜了，可惜了。我听说开给他的工资还挺高的呢，大概能有这个数。律师小姐，那你小心应对，我先收线了。律师小姐还没回去啊？是不是程总那边已经发出合作的邀请了？我也觉得很有必要。现在的陈星已经不能算是小作坊了，公司里的人可不能只顾着开发游戏，一点法律风险意识都没有，要不然迟早会吃亏的。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公司里大多数人还真是都忘了几年前管理交接混乱出了多少岔子了。我想想，记得大概是2年半以前吧。那个时候刚好是谢总监从一线高级技术人员被升调为平台总监，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就突然有一天向大家公布了这件事。那升调嘛，就意味着有很多文件呢、人手上的交接，但那时管理流程还不够完善，加上人员流动也比较频繁。所以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文件无法溯源或人员不匹配的情况，也就出了很多岔子。倒也不严重，就是比较折腾人吧。我说这个也不是针对谢总监，毕竟当时这种情况也不单单在技术平台组发生，美术发行等部门都有过类似的问题。直到陈星后面出台了相应规定，才好转起来。内控系统调取的信息的确没有异常，或许时间得再往前推一点。本地已经做了数据隔离，不走加密网络隧道是不可能接触的。不对，
这层指令嵌套了保护性代码，寻常的追溯手段是无效的。走全局数据协议有效，可以继续。你回来了，我这里刚好也有些发现。别愣着呀，过来看看。晨星开发游戏的环境有漏洞。而且并不是外部程序植入造成的。没错，不仅是公司里的人，而且还得必须是参与游戏开发的人员。因为这个漏洞就出现在打包这一环节，每经过一次打包，数据就会自动备份到某个云端上。你看，晨星用的游戏制作软件并不是市面上常见的类型，应该是拿某个编辑器作为底层参考，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做了一些修改。如果不经手实际的游戏开发，不可能做到把隐藏代码写进打包指令里。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资料，无论是谢欢还是程雪、韩家树，虽然他们都有经手测试体包的机会，但这2年里，他们都没有直接参与游戏制作。我也尝试了去追查具体的云端地址，但这个过程，就好比在大海中去找一滴水。混乱的管理，不匹配的人员，还有开发环境。有了，多亏你这个消息，我有了新思路。好吧，我知道正事要紧，我的律师小姐。可以确定是这个人了。根据你刚才的说法，我想到陈星使用的游戏开发软件，也许从一开始就被人动了手脚。所以我调出了几年前还在开发这个软件时的工作日志，果不其然，有了一些发现。谢欢很聪明，他不仅把日志的经手人修改成手底下早已离职的员工，表面上做了伪装，还植入了自动清理程序，每次打包时备份数据的痕迹会被定时抹除。我们这次比较幸运，再晚一点儿，可能真的什么都查不到了。他在技术方面真的很有天赋，也很有执行力，但可惜用错了地方。
你还记得他被升调的原因吧？主要缘由并不是谢欢本人想要往管理层面发展，而是他性格偏激极端，与其他人不能融洽协作，常常受到上下游同事的投诉。对于这种情况，当时的 HRBP 给的提议是将谢欢开除，以免影响其他员工的情绪。但程兴明出于对谢欢能力的认可，以及共事这么多年的同事情谊，并不想因为几次内部投诉就把他踢出陈星。于是力排众议，把谢欢从一线升调，做了平台总监这个虚职，直接受程兴明管理。可对一个痴迷技术且性格极端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和讽刺。他应该会这么想吧，却不知道程兴明在背后承受了多少压力，做了多少妥协。再加上他本身对于陈星的发展及技术方面的管理，与程兴明的想法就有些不同，两人间产生过几次摩擦。原本也许只是一点点的不满，但在升调这件事之后，这些细微的不满就逐渐发酵、扭曲，成了一份巨大的恨意。夏先生，律师，好久不见。今天两位应该也不是来消遣的吧？该换个称呼了。哦，这次想散布什么消息？就说留学归国的富商之子想涉足游戏行业，有意寻找可靠项目。至于价码，只要是值得的投资，可以随便开。夏少爷好手笔，需求我已经收到，等我消息就好。记得尽快。我有信心。你想想，我们已经推断出他原本的目的就是在陈星的新游戏上线前夕给予最后一击。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凭空出现了一个机会，不仅让他有可能大赚一笔，转嫁部分泄露数据的风险，还能攀上投资人的关系。你是谢欢的话，你会怎么做？刚才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口气还挺像少爷的吧？哦，那现在应该更像了。当少爷的人，对自己的女伴多少都应该有些绅士风度。怎么样，不冷吧？拿我打趣可不行，在这个计划里，不止我一个人要扮演。我们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合作关系，你当然也要加入演出了。这还用演吗？本来就是。好了，说正经的。你的角色不难，就是本色出演，扮演好我的私人律师就行。
别着急，相信我，他会入套的。谢欢的性格如此极端，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我们为他设置好的舞台的。前几天他不是被程兴明安排去外地出差了吗？我监测到他的社交平台动向，谢欢昨天才回到魏明市，而且他一回来就在网络上研究关于海外账户的事，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收到了我们发布的消息，并有了计划。我们再等等。喂，是我。他想约我见面。好，我知道了。时间就定在今晚8点吧。你看，我们的鱼儿上钩了。好像领带刚才系得有些紧。我没紧张，只是在复习等会儿面对谢欢时该说的话。好啊，要怎么做？真的是在帮我调整领带吗？感觉位置不太对啊。好吧，那你……你就是谢欢？没错，是我。那说说吧，你带了什么好东西给我过目？最好真的像你和中间人说的那样精彩，我可不喜欢被人浪费时间。这点您放心，质量绝对有保证。哦，你这么有自信，我倒有些兴趣了。你开始吧。哦，你不用担心他，他是我的私人律师兼生活秘书，很有职业素养。让律师做生活秘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钱人家的少爷是这个癖好。还不是我家老爷子的意思。他觉得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怕我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容易惹事，才给我安排了个律师。说是魏明市最能打官司的律所出来的，还花了不少价钱。
不就开个车吗？犯不着时时提醒我。夏少爷，实在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一下。晚上吃了点生食，肚子有些不舒服。行吧，别让我等太久。进展顺利，他现在应该是去查我们的资料了。谢欢从中间人那边得到的信息不多，见到我们本人肯定要再确认一下。你放心，这些我都准备好了。谢欢是个聪明人，我们刚才给的暗示，足以让他确定我究竟是谁。我花了一点时间做的，怎么样？足以以假乱真吧？不好意思啊，夏少爷。无妨，人有三急，我倒也没那么不通情达理。说起来，夏少爷怎么想到投资游戏产业的？我记得夏总设立的行业，好像和游戏没什么关系。老爷子的事业是老爷子的，不是我的。说出来也不怕谢先生笑话。我之所以回国想投资游戏，是为了一个女人。献给他？就是那位让夏少爷念念不忘的人。她是我的初恋，一向喜欢游戏。我为了投其所好，就自己试着也编写了一些。可惜那时年纪小，什么都不懂。写完之后，又觉得做得太过粗糙，不足以让他动心，就这么搁置了。再后来因家里的要求出了国，就与他断了联系。然而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放不下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回国，做出一番成绩后再去找他。原来如此，夏少爷是个性情中人，难怪要为了初恋的喜好进军游戏行业了。也是，比起自己做，直接投资一个可靠的项目，会让成绩来得快一点。我很少与人这么交心，谢先生，这下我们不该再兜圈子了吧？当然，我这就为您介绍。光听着是还不错，不过他的游戏性……夏少爷的意思我懂。如果什么干货都没有，我也不会约您出来见面了。听你这话，已经做出原型了。何止是原型，我手上的东西稍加修改，就能直接上线。有点意思，看看。
嚯，你还真有本事。夏少爷，我说了，不会让您失望的。了不起呀，谢先生，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有能力。夏少爷过奖了，像您这样注意技术细节的投资人，可不多见。今日能碰上，是我的幸运。那从谢先生的角度来看，你手上的这个项目如果推出，能在市面上占几成？5，不，至少7成。夏少爷，我敢保证，市面上没有第2家公司能做出我手上的东西。我记得谢先生你是晨星出来的吧？连你的老东家都没法做出这样的项目吗？作为游戏行业的新秀，我可听说他们最近又要有大动作了。哎，谢先生还没说话呢，你是不是太多心了？而且就算有什么风险，咱们提前把情况搞清楚，法律方面的事情你去处理不就好了？话都说到这份上，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不怕跟您说，我手上的项目就是从晨星内部拿出来的。还真是这样，谢先生藏得够深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刚才东西你也看过了，确实很不错。而且，我敢向夏少爷保证，公司里面我处理得很干净，没留下痕迹。只要我们能抢在他们前面发布，到时就算有100个晨星，也翻不起什么浪。你确定？当然，我谋划拿这个数据包已经布局很久了。而且我是技术出身，夏少爷大可放心。如果我们的交易能成，我只有一个额外的要求：赚了钱之后要记着你的好，如果晨星来告，要把你摘出去。夏少爷不愧是生意人，有见地。行吧。我答应你这个条件，想要赚钱不担点风险怎么行？夏少爷好魄力。谢先生别这么说，我也是受了你的启发，为我自己着想而已。想要快速做出成绩，有什么比赢过晨星这么有噱头又快速的方式呢？机会当前，白白浪费可就不好了。夏少爷说的极是。好了，货我很满意，现在我们是时候谈谈价钱的事了。关于价钱，看夏少爷这么爽快，我有了新的想法。所以你改变了主意，现在是想和我长期合作，成立游戏公司，联手把晨星搞垮。不错，我认为夏少爷是个好老板，和您合作是条更好的路子。而且我和程新明有点旧怨，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亲手让他身败名裂。
这……你的条件，我可以答应。这100万现金就作为今天的见面礼。至于你这个人的价值，哼，谢先生，你自己填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一旦落了笔，可就没有回头的路了。据悉，晨星科技时隔2年再出全新作品《墨图》，该作一经公开就已获得数千万玩家的关注。吃水果的时间到了，在看什么呢？看来晨星那边进展还挺顺利的。什么感觉？哼，我还真这么想过。不图名不图利，就像古代行侠仗义的剑客那样。当然不是，而且我也不是为了被人夸奖或者体现自己有多厉害才去接触代码的。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啊，因为你。你是没说过，可是哪个青春期的男孩不想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表现出很酷很帅的一面呢？夏夜，你快看，这个 ID 叫 Zero 的黑客也太厉害了吧！敲几下键盘就能把整个网站给黑了。黑一个网站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我去学，肯定比他还要厉害。哎，你说是不是？我在你心里评价这么高啊？唉，只可惜，等我把这方面钻研透的时候，我已经在首都了。那段时间，我还编写了不少小东西，想分开的时候和你一起用的。只不过阴差阳错，也没能如愿。
那再给我点时间，把它们都再完善一点。凭我现在的能力，一定会做得更好。我们快拆开看看吧。当然好啊。你终于发现了。当然，除了我，还有谁能有这么天才的想法？当时程兴明私下问我想要什么回报，我想了很久。其实我什么都不缺，更不想要什么名利。独独想要的，就是能和你有更多美好的时光。所以我后来就和他说，以我们俩为原型，做个冒险小游戏吧。我想和你一起分享快乐。哼哼，那不然怎么叫惊喜呢？好了，快来看看这个属于我们俩的未名氏大冒险做得怎么样吧。那以后的周末，我们就多留点空闲时间好了。好了好了，游戏开始了。哎，小心！哼哼，再不动手，金币可就要被我吃光了。游戏里就各凭本事了。是我这边的事已经搞定了，可以顺路来接你下班。是啊，我也没想到今天会这么顺利，能提前结束。还以为帮陈星这边检查网络安全的情况会多花一点时间呢。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好的事？你不会真的忘了吧？我们约好了，等我忙完今天的活儿，就要一起玩我之前做的那个小游戏的。为了今晚，我还连续忙活了好几天，把原来那版小游戏重新翻新了一下呢。我就知道你是故意在逗我，这么重要的事，你一定记得。那在回家之前，我先说说都翻新了哪些内容吧，给你增加一点期待感。我不仅重新设计了我俩的角色造型，新添了背景音乐，还重做了游戏场景。这些工作量才不算什么呢，我还没说到最重点的部分。最重要的是，我在游戏里新加了一些剧情，做了几个分支结局。剧情的灵感来源嘛，除了小时候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回到未名氏与你重逢后所发生的点点滴滴，还有在无限的未来中，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美好的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重温过去，
畅想未来，是不是还挺浪漫的？听上去你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和我一起打出 happy ending 了吗？正好，我已经到楼下了，你忙完就下来哦，我等你。